您去过贝尔根吗？它是挪威最美的城市，7座美丽的山就像7个美丽的仙女，环绕着、保护着这座城市。而最高的那座山就叫乌利肯山，它的海拔是634米。由于贝尔根是个海港，所以它的高度基本上就是绝对海拔。从久远的历史到今天，这座山一直是贝尔根的象征。它不仅代表着宏伟的自然美景，它也孕育着贝尔根人民的意志和精神。今天它是远足者和冒险家的天堂。视频将向大家呈现我从贝尔根市区到尤若肯山巅的整个过程，是徒步者的绝佳指南。我从贝尔根的市中心坐1号轻轨坐到 Haukeland Hospital，Haukeland Haukeland。出了轻轨站之后，大家可以往左走，也可以往右边这条路走，柏油马路，顺这条小径一直走到顶，向左拐就能看到这把楼梯。大家上这个楼梯，然后往右走，大概5分钟就到了缆车站。绝大部分的游客是选择坐缆车上到山顶的，也就是山顶的观景台。可以想象，从缆车上看到的风景一定是一流的，有峡湾，有海洋，有半岛，有群岛。我是选择缆车站右边这条路上来，这就是我今天徒步到山顶的起点。大家看好了这个起点，然后沿着这条小径往上走，就是这段红色的铁质楼梯，有一定的难度，因为它的台阶比较的宽。然后就到了这段石头路，就是比较的滑。大家这次徒步一定要穿专业的徒步鞋。过了这个小木桥，大家可以看见有一群孩子正在准备徒步，非常的激动，然后就沿着这条小石头铺出的路，这条路非常的好走，也比较的平坦，可以借此机会呼吸周围森林的氧气。大家看见了吗？尤若肯的山巅缆车站的发射台，这就是我今天要去的目的地。然后到达这个比较宽敞的地方，它好像是一个篮球场，这也是很多徒步者从这里集合开始攀登的地方。这块平地的旁边，大家就可以看见这块绿色的指示牌，可以发现到尤若肯的山顶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1.6公里，一个是3.5公里。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。好了，现在大家准备好真正的攀登。看到前面这条路了吗？坡度比较大，而且石头比较小，很滑。攀登了大概10到15分钟之后，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路口有2个选择，左边或者是右边。左边的石头比较小，所以比较滑；右边的石头比较大，所以比较好走。于是我选择了右边这条路，就又开始攀登。其实它的坡度还是挺高的。现在大家可以看，沿着这条路就一直往上走，我的眼前就是山巅。现在是清晨10点半，阳光非常的温暖。我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条路，
无论是您刚才选择左边那条路，还是这条路，其实两条路到最后都会汇总到一个起点，那就是乌尔瑞肯山攀登的真正起点。大家马上能够看到，这儿就是楼梯。现在两个选择，左边这条路叫黄路，是楼梯，总共是1333级楼梯。那么右边这条路呢，叫橘黄色的路，它是绕着山走的，风景非常好，但是它比较长，大概是2.5公里，所以我选择了山路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它是一些大的石头，它把大的石头放在中间，所以还可以，因为你就在大块的这个岩石上走，不是很滑。到了这个地方之后，就有一个牌子，大家可以看见，山巅尤尔肯的山巅是2.1公里。那么就朝着这个牌子的方向再继续往上走，这个时候大家就已经能够看见贝尔根城和它的港口，非常的美丽，而且很清静。我当时一个人，基本上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只有鸟语花香，非常侠义。我坐在这块石头上很长的时间，就像是一种冥想。然后继续往上攀登的时候，我就需要这个登山的工具，因为它的石头非常的不规则，大家最好有一支步行杠。这个石头与石头之间的距离是非常的宽的，所以比较的陡峭，有一定的难度，有的地方我需要手来帮助，但是远处的山顶就那么的吸引着你，让您具有无限的潜力，继续向上攀登。于是我到了这块相对平坦的岩石，基本上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您的每一步攀登都会换来眼前美好的景色，峡湾、高山、青草地、岩石、蓝天、白云。越往上攀登，岩石也变得越来越硕大无比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手来帮助，因为它还是比较的滑。好了，现在我到了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，大家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景致。当时虽然天还是有一些被乌云遮住，但是美丽的景色大家已经感受出来了，目的地就在前方。于是继续往上攀登，大概20分钟就到达了这个山巅。散落在绿色之中的湖水，就像是水晶，倒映着云和天的颜色。尤其是湖边的红色的小木屋，就让整个景致有一种挪威童话的感觉。那部著名的小说《挪威的森林》应该就是受到这样的启发吧。还有半岛、峡湾，红色的房屋如诗如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发现另一个像童话般的小木屋，它是蓝色的，好像就在那里等我。于是我继续往上攀登，于是我到了这块岩石，基本上它就是这个山的山巅。那我看见了这个漂亮的蓝色小木屋，还有一个旗杆，远处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目的地。
我在这块岩石上做了很长时间的白日梦，想象着住在蓝屋里边的主人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良辰美景，拥有什么样的壮丽山河呢？好了，继续往前走吧。现在每一步都是惊喜，每一步都是愉悦。看到这样的小花了吗？它那么脆弱，就以峡湾和半岛为背景，在风中轻轻地摇曳着。看到目的地了吗？它就在眼前，继续走吧。然后您就碰到了这个湖，峡湾就是它的背景，美吗？您自己说吧。我又在它的湖边做了半天的白日梦，现在看到目的地了吗？我突然意识到目的地已经不重要了。历经2个多小时攀登的我，已经被一路上所看到的美丽所感动。这就是人生吧。人生旅途开始之时，我们也许在心目中有一个目的地，但是重要的不是那个目的地，而是一路途经我们内心所起的变化，不是吗？然后我就碰到了他们，这群可爱的羊儿们，在湖泊和山脉的背景下，他们就优雅地漫步在绿色草地上，那就是一篇田园诗歌，挪威的田园诗歌，您自己听吧。我再次感觉到了目的地似乎真的不重要了，因为我途经遇到的朋友，看到的美景，我已经满足了。好了，这就是真正的目的地 Yurokon 的最高峰。我现在就站在 Yurokon 的山巅，我非常感激这个发射台，因为它就一直在引导着我寻找到这片似天堂一般的美景。您自己看吧，我对我的表达能力没有信心，所以还是您自己去感受。经过艰辛的攀登之后，一览众山小的那份自豪吧。在这个美丽的餐厅露台上，面对这片秀丽山河，我与同伴们举杯庆祝我们的胜利。有个小小的插曲，我点的是一杯啤酒，而我得到的却是一杯金汤尼 Gin Tonic。 那就让我陶醉一次吧，为自己的勇气而陶醉，为美景而陶醉，为友谊而陶醉，为挪威而陶醉吧。好了，这毕竟是贝尔根，天要下雨了，我们似乎能看见云层下面的雨雾，就在贝尔根的港口。该下山了吧？于是收好行装，准备下山吧。我始终没能够喝完杯中的 Gin Tonic， 但身体好像就浮在云中，飘飘欲仙。我真的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在如此高的山巅喝鸡尾酒，而且我就马上需要走楼梯。我会知道把脚放在哪里吗？1333级台阶就在我的面前。首先，我向这位先生表示祝贺，因为他走完了这1000多级的台阶。好了，轮到我下山了。我不愿意坐缆车，我还是按照自己的原计划走下去，似乎还是可以的，因为发射台已经在我背后了。看到早上我来的这条路吗？似乎还是很远。历经1000多级的台阶，我最终还是飘到了今天早上的起始点。大家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今天早上我就是从右边这条路 zigzag 的爬到了发射台，这就是左边这条楼梯，我是从这条楼梯下来的。
现在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为了保护您的膝盖，下次要反着走，也就是上山的时候走楼梯上去，下山的时候走山路下来，这样能够保护您的膝盖。当然，您可以用登山棍，防止下山时让膝盖承受太多的震动。现在已经是6点半到7点了，我用了大概25至30分钟下山，因为我不断的休息，不断的观看美景。我们就照着原路回去吧。现在真正的开始下小雨了，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。热爱雨的贝尔根居然给了我2个艳阳天，让我徒步。现在这个今天早上徒步的起始点，这前面就是缆车站，然后绕过缆车站，大家就往右走，顺着这个牌子，大家又回到了轻轨站，回到贝尔根城，在酒店的露台上享受了一个丰盛的晚餐。这些船儿，您是否知道我从山上下来的？我与这只海鸥在说话，它似乎也知道我去了贝尔根最高的山，是吗？它就扇起翅膀表示同意。谢谢收看，下次再见。